李氏家族即日起流放东海荒岛。不要啊！去了便是死路一条。什么？流放东海？这特么是给老子带薪休假吧？老子上辈子就是在海边长大，5岁摸虾，10岁潜海，15岁就和海浪打成一片。哈哈哈哈！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悲痛欲绝，那汹涌海水怎忍面对？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赶紧上路吧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全部带走！无照不得离岛，自生自灭。完了，没水没粮，活不过3天。水，我渴死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哭只是耗力气。李彻，你疯了！你算老几？没时间废话，想活就听我的。爹，还剩多少容器？路上碎了大半，只剩这底座，够用了。李锐，去挖坑，找湿沙地，挖半米深。四面皆咸水，你变淡水来，变出来，我当场叫你爹。李富贵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，彻儿别闹了，省点力气吧，别折腾了。都别急，让太阳飞一会儿。烈日暴晒下，湿麻布上的海水会被蒸发成水蒸气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喝水。你敢喝一口，立马就死！去看看坑里。生活常识罢了。爹，你先喝。真的是淡水。策儿，你怎么会这个？水，真的是水，这是怎么弄的？书上看的。李富贵，刚才说的话还算数不？爹，这只是个演示，这里日照强，只要我们多挖点这样的坑，用海带替代麻布，足够我们全家人用了。策哥，你好厉害，给我喝一口吧，我嗓子都要冒烟了。想喝水这点不够分，大家行动起来，多备些。哥，水有了，可吃的呢？总不能光喝水吧？饭，这不全都是饭吗？彻儿，你别瞎爹，那都是海里的毒物啊！以前沿海的难民饿死都不吃这些的。你们对大海一无所知，看好了。搞定。看好了。哟，好家伙！海洋！这叫大青蟹，肉质极品，懂不懂？这是辣螺，爆炒绝了。这是佛手螺，顶级海鲜。看看这海胆，这黄多肥啊！这些怪东西我才不吃。这东西怎么这么香？谁刚才说不吃的？外焦里嫩，绝了！可惜少点蒜蓉。彻儿，给爹尝一个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真的假的？大哥，你别是饿出幻觉了。李富贵，够不够香？我以前在府里吃的山珍海味，连这东西的一个毛都比不上啊！给我留一个，我是你侄子。哥，我决定了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，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彻儿啊，以前是李富贵眼拙，这岛上以后你说了算。我儿长大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大事。明天我们要造盐了。各位，经过昨夜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里，家族的规矩管不到我们，主脉的眼色也管不到我们。在这里，只有大自然法则，不劳动就饿死。彻儿，你说吧，今天咱们干什么？爸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弹。第一，解决食物；第二，造盐。食物不用担心，只要退了潮，这片海滩就是我们的天然粮仓。而现在的关键是盐，这是我们以后做风味罐头和压缩饼干的根本。制盐？彻儿啊，你昨天弄出淡水，李富贵服你，但制盐你怕是在说梦话。以前制盐那都是大厂把控的机密，你得要巨大的铁成百上千的工人日夜熬煮，咱们现在连个陶片都没有，怎么煮盐？是啊哥，而且海边的粗盐又苦又涩，吃多了还非吃的精致盐。谁说我要煮盐了？煮盐那就是落后了几千年蠢量低。今天我教你们一个新词：晒盐。少废话，开工！女人们去灌木丛里找干燥的树枝和枯草，越多越好。王顺，你带着几个人去海边捡那些边缘锋利的大贝壳。李富贵、李锐，你们俩带剩下的男丁跟我来。
哥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这里全是石头。拿你们手里的贝壳，把坑里的沙子碎石全给我清理干净，然后把海水传满这些坑。刺儿，你是要把海水倒在石头上晒太阳？对，就是晒太阳。中午之前，这几10个坑必须全部倒满海水，没倒满没饭吃。干了，兄弟们！盐只是第一步。哥，我真快累散架了，这坑里水都倒满了，然后呢？等。出盐了，真他妈出盐了！老天开眼，有盐了，咱们就饿不死了。李富贵，别喝！爸，你没事吧？李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哪是盐？你要毒死我们全家是不是？我让你喝了吗？你自己上赶着往嘴里灌，怪我。那玩意儿叫卤水，海水里除了盐全是重金属和杂质，没当场把你毒死，算你命硬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晒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吃？不仅不能吃，吃多了直接送你上西天。完了，咱们一上午全白干了。哼，谁说白干了？这只是第一步，好戏才刚开场。李锐，去把女眷们捡来的干柴点上，火烧得越旺越好，烧透的木炭全给我留着。李富贵，带人去沙滩上挖最细的白沙，用水淘洗干净。王顺，去捡细碎的小石子，越多越好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放心，纯盐出来那天，你还得叫我一声爹。哥，你搁这玩泥巴呢？等会儿你就知道谁是泥巴了。李富贵，把你刚才尝过的那种毒羊水，连同那些苦涩的粗盐，用水兑开，全给我倒进这个桶里。全倒进去？那不全跟沙子混一块儿了？我的老天爷，这怎么可能？泥沙里漏出来的水居然这么干净？这叫活性吸附和多层物理过滤。木炭吸附毒素异味，沙石过滤杂质，那些要命的重金属和泥沙全被结在桶里了。没苦味，一点都没有，只有纯正的咸味。这是雪花精盐压的压缩饼干，这口感，这纯度，就算是顶级黑黑个里的特红货，也没这么地道啊！真能当干粮存着。行了，收起你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种品质的压缩饼干，在黑市能卖什么价？彻儿，像这种用极品雪花盐压制现代风味压缩饼干，耐储存又抗饿，那是顶级富豪才配囤的硬通货。如果拿去黑市，一块饼干至少能换10万现金，甚至有价无市，全收了，这是金山。1块10万，哥，那咱们那几个水坑一天能搞出多少原料？全功率运行，加上这套过滤设备，一天压个180块不成问题。一天100块，1块10万，那就是1000万，我们发财了！你是我亲爷爷，有了这技术，我们还回什么家族受气啊？这荒岛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啊！低调，盐和主食的问题解决了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做现代风味海鲜罐头。不过，光靠昨天那些小鱼小虾可不够塞牙缝的。李锐、李富贵，拿上家伙，跟我出海捞大鱼。去哪儿啊，哥？咱们继续压饼干啊！这都是白花花的钞票啊！压你个头！李彻，咱们连张破网都没有，拿手捞啊！谁规定捕鱼非得用网？李富贵，带人去搬石头，大块的垫底，小块的压上面，顺着我画的这个 V 字垒2到半米高的石墙出来，开口冲着海面，越往里收的越窄。哥，你这摆的什么迷魂阵？这叫石湖，纯天然的物理地笼。等会儿一涨潮，海水就会漫过这2道石墙，鱼群为了找吃的，自然会跟着海水游进来。等退潮的时候，水位一降，鱼群发现游不出去了，只能顺着水流拼命往深处钻里，最后全都会被死死卡在这个 V 字。连网和饵料都省了，鱼排着队往咱们桶里跳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干活，必须赶在涨潮前完工。搞定，现在就等潮水起落了。进去了，真有鱼进去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少说也得上100斤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今晚全员加餐，清蒸海鲈。牛逼！鱼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泥土边缘还没干透，这是今天刚踩出来的。这破黄岛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哪来的脚印？带防滑钉的战术靴，绝对不是普通的倒霉遇难者。这帮人经常在湿滑的礁石上活动，不是海盗就是流寇。哥，快来看啊！嘘，这龙虾比我大腿还粗。我操！哥，这烤鱼配上咱们自制的风味罐头，绝了！我感觉以前在家族里吃的那些山珍海味，简直就是猪食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旁边还有压缩饼干。谁能想到咱们这帮落魄旁丘流落海岛，竟然还能过上这种日子？彻儿啊，
我李富贵这次算是彻底服了。爸，李富贵、李锐，你们3个拿上家伙，跟我过来一下。我们被盯上了。什么？别喊！今天我在丛林边缘发现了带防滑钉的新鲜脚印，不是咱们的人留下的。这岛上藏着一批凶残的流寇，他们绝对盯上了咱们的存粮和罐头。哥，你可别吓我，我还没回家族大展宏图呢。彻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要不咱们带着东西赶紧躲进礁石洞里去。流寇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那些流寇杀人不眨眼，咱们这一大家子老弱病残的落魄庞麦，遇到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啊！往哪儿躲？整个岛就这么大。再说了，为什么要躲？这帮人刚好能抓来当免费劳动力。看来这荒岛生存游戏要上强度了。劳动力，哥，你疯了！人家手里肯定有真家伙，咱们手里只有吃剩下的螃蟹壳，你拿什么抓人家当劳动力？拿头去撞吗？谁说我们只有螃蟹壳？我们有最致命的机械弩阵。机械什么阵？别废话，听我指挥。李富贵，你立刻去后山，把今天白天砍的毛竹全搬过来，削成弩臂。好，马上办。李锐，你去把白天收集的粗藤蔓和兽骨全找出来，做弩箭。王顺，带上家伙，去峡谷入口挖半锁坑，越深越好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东西找齐了，你要这些干嘛？给他们放血。好家伙，彻儿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所有人都躲在火堆后面的上风口高地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出来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出来。老大，你闻到了吗？好香啊！这帮软脚虾，白天竟然在海滩上弄出了那么多现代风味罐头和压缩面令。老大，那还等什么？咱们直接杀过去，那些罐头和存粮全都是咱们的了。闭嘴，蠢货！这帮人白天能搞出这么多动静，说不定带头的是个硬茬子。不过嘛，就算是个硬茬，在这荒岛上也不过是个毛头小子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记住那个领头的年轻小子，给我直接拿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就在前面，给我冲！什么玩意儿？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？哎呀，断了！哥，这也太惨了吧！惨？如果刚才他们冲过来干掉你，抢走咱们的罐头和饼干，你还觉得惨吗？痛打落水狗！爷爷们别打了，饶命啊！都停手，拿藤卫过来，把他们手脚绑死。水，给我点水。水，给口水吧！水，给口水吧！求求你们，嗓子干得要冒烟了。想喝水？行啊，李锐，刚才熬剩下的那桶粗盐水呢？赏他。好嘞，哥。这什么鬼东西？看来解渴了。现在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你们到底什么来头？岛上像你们这种货色还有多少？不敢，你问我全招。爷爷，我们都是早年被扔到这荒岛上的亡命徒，像我们这样的都跟着一个叫黑沙的老大，手巧刀，甚至还有一把生锈的弓弩。30多个人，太好了。哥，你受刺激了？我清醒的很，李锐，你算算，
咱们要是把罐头和压缩饼干的生产线扩大10倍，得要多少人手？起码得30个壮劳力，没日没夜连轴转1个月吧。对啊，这不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？30个壮劳力，老天爷送来的，全都是免费的劳动力。我这人呢，心善，见不得血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，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我现在就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；第二，从明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李彻的人，每天给我砸石头建厂房做罐头，干得好包吃包住，1天3顿海鲜管饱，还有淡水喝。要是干得不好，我保证你们连求死都做不到。我选儿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，只要能吃饱饭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哥，那北面还有30多个刘匪怎么办？他们要是真的一起杀过来，咱们未必打得赢啊！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的。等我们明天把第1批风味罐头正式做出来，那香味一飘，他们自然会乖乖送上门。到时候，我要让这岛上的每一个刘匪都哭着喊着来给我打工。好了，李锐，把他们都绑到树桩上，严加看管。明天开工，后天让他们自己来敲门。去哪儿？我的眼珠子！鬼嚎什么？本少爷这是给你消毒。昨晚那机械弩针上的铁锈毒素懂不懂？不高温烤，你这眼珠子今天就得烂掉。爷，真不用了，小人这眼睛已经好多了。想吃吗？想吃，想吃就给我老实点儿。彻儿，真的要留着他们？这些亡命之徒稍不注意就会反噬啊！爹，在这岛上，什么最贵？淡水、粮食，还是咱们的罐头？都不对，是劳动力。劳动力？想要在这荒岛上生存甚至翻盘，光靠咱们这点人手，累死也干不出多大名堂。但这5个人就是咱们的第1批员工。放心，我有办法让他们死心塌地。把这几个新员工绑在树桩上，严加看管，其他人睡觉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开足马力做罐头。爷爷饶命！爷爷饶命啊！行了，别磕了，在这荒岛上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留下来给我干活，作为回报，包吃包住，1天3顿海鲜管早，淡水管够，干得好的，将来甚至能给你们自由，让你在这破岛上像个人一样活着，天天有饭吃，有淡水喝，这哪是受罚，这是享福啊！你说真的？你说真的？守规矩的，我自然有理。但谁要是敢心存异心，坏了我的规矩，这把刀下一次钉的就是他的脑袋。我说到做到。是，小的一定老实，一定拼了命干活，绝对没有二心。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干啥，绝不偷懒儿。很好，李锐，给他们松绑，每人发半个螃蟹，1碗淡水。吃饱喝足，明日起咱们开工。第1批罐头要让整个荒岛都闻到味儿。走。听好了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礁石砸平，砸出4方格子做储料石石槽，里面必须绝对光滑，用来腌制罐头原料。砸平，连个铁锤都没有，这咋砸？这就是工具，在这破岛上，拳头和脑子就是最好的工具。别找借口，中午之前我看不到5个合格的石槽，你们全员就给我吃沙子。彻儿，你这雷霆手段是从哪儿学来的？爸，书上不仅有颜如玉，还有黄金屋。这只是第1步，真正的布局才刚刚开始。
没有网，老子还不能做个地龙吗？车哥，你要这些藤蔓干什么？这玩意儿又硬又扎手，连边框都不好使。不边框，咱们编个金丝龙抓大鱼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王顺，把这些藤蔓全劈成指头粗的篾片。看清楚了，这东西的关键就在倒刺设计。我现在编的就是核心骨架，入口要做成喇叭口，外宽内窄，这是让目标能顺利进来的前提。所有内片都削尖朝内布置，进来容易出去难，一旦进入就会被阻隔，根本找不到退路。这东西真的能抓到鱼？哥，这看起来像个大耗子笼，鱼又不是耗子，能这么傻钻进去？哼，耗子为了香油钻笼子，鱼为了吃的一样会钻。今天咱们就给这里的鱼上一课。老大，我不行了，这活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，再这么干下去，熬不到中午我就得饿死在这儿。闭嘴！你想死别拉着老子！我干！虽然粗糙了点，但勉强能用。每人1碗淡水，2个烤螃蟹，吃完了立刻滚回来继续干。下午的任务，把这5个食槽的内壁给我彻底磨平缓。如果达不到要求，晚饭直接减半。爹，李富贵，小瑞，昨晚的罐头原料只是试水，今天开始咱们要全面进入流水线生产。爹，你带着咱们的人继续按昨天的方法收集淡水，还有把那些流寇昨天弄出来的凉水全部收集起来，准备提轮备用。好，李富贵，你负责带人继续在礁石上开垦新的腌制区，不要怕累。食槽开垦的越多，咱们做出的罐头就越多，换的物资也就越多。交给我。哥，那我呢？我也去砸石头。真的要我做这个？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今晚咱们要下20个地笼，这玩意儿要见效，诱饵是关键。你带人去滩潭上给我挖沙蚕，顺便捡些死螃蟹和烂贝壳，越多越好。这些可是地笼的灵魂。挖沙参？那软趴塌的玩意儿恶心死了。哥，咱好歹也是落魄豪门，你就不能给我换个提点的活？比如我去盯着那帮流寇干活？体面，在这破岛上活下去，能吃饱饭才是最大的体面。别废话，要是今晚的地抓不着鱼，我就把你塞进去当诱饵。那片深水区肯定是大鱼的窝子。王顺，去找几块昨天船上剩下的烂帆布，再弄些藤蔓，给我扎个简易竹筏出来。是车哥。哥，诱饵弄来了，我可是强忍着恶心挖了2大桶沙蚕，还有那些吃剩的螃蟹壳，全在这儿了。明天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李叔，爹，拉绳，别松手！车儿上来啦！上来啦！1号笼满了，2号拉。这么多！哎呦，车儿，这比渔网还猛！才3个笼，等扩到30个，谁不听话，断他口粮。厉害了！干得不错。老大，您放100个心，小的一定把活干满，绝对干满。刀枪棍棒只能让人畏惧一时，只有把粮食和罐头生产的经济命脉死死捏在手里，才能这帮亡命徒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。车哥，地笼要炸了，准备出帆，收拢，稳住竹藤，别慌。哥，拉不动啊，这底下像是挂着一头牛。别乱说话，王顺，听我口令，顺着他的劲儿，收1尺放半尺，把他溜没力气。1、2、3，起！
老天爷啊！这是把龙宫一窝端了吗？拿个屁，太重了，竹箱装不下。李叔把绳子拉过去。2号龙出水100斤大鲈鱼。在这片海上，老子就是海龙王！哈哈哈哈哈！刀疤流愣着干什么？本少爷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忘了？少爷，哪怕您现在让我去把海填了，小人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填海就不用了，这几千斤鱼一顿可吃不完。陈氏罐头工坊今天正式挂牌营业，全体员工听令。刀疤流，你带你的4个兄弟负责杀鱼，把鱼鳞刮干净，用海水洗净。李叔、李锐，你们带人负责制作，按我给的秘方，把这些配料均匀地抹在每一条鱼的肚子里和表面，做成现代风味罐头和压缩饼干。女眷们负责把处理好的鱼挂在咱们昨晚搭建的木架子上，用海风和烈日暴晒。这东西将来能换来整座岛的话语权。兄弟们加把劲儿！彻哥说了，今天中午海鲜浓汤配饼干，量大管饱，谁敢偷懒，我活劈了他！轻点道，这秘制香料用一点少一点，拿这玩意儿做海鲜罐头，皇帝老儿都没这口福。车哥，格局打开，这叫跨时代顶级军需。等这批罐头做出来，一罐能换10把铁器。有情况，全体戒备！是黑鲨的人！哟，新来的肥羊挺热闹啊！我当是谁有这么大能耐，在这海边沙滩搞出这么大动静？原来是几个刚落魄的小肥羊！呸！刀疤流，你个软骨头的东西，居然给几个落魄的豪门丧家犬当狗！黑鲨，你少他娘的放屁！老子现在是陈总手下正经干将，管吃管喝，待遇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彻哥地盘撒野？哼，什么狗屁落魄少爷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今天老子奉老大的命令来收你们的安家费。那个带头的小白脸儿，听好了这岛上的规矩，新来的必须上交所有的物资、女人和财物。这是现代工艺的肉罐头，还有压缩饼干。这玩意儿，老大见了会怎么想？这罐头居然一点腥味都没有！沙哥，这是现代工艺的极品罐头，这可是能换军火的天价宝贝啊！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天开眼，今天活该老子发财！今天活该老子发财！男的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；女的和这些罐头全带回去献给老大。怎么办？他们有弩啊！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会这么香？想吃吗？把方子交出来！把方子交出来！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。你大可以射一箭试试，不过我保证，你扣下扳机的瞬间，不仅这块极品口粮你会永远失去，你们北边那30号刘匪也会彻底断了在这岛上活下去的生路。你敢威胁老子？刀疤流，告诉这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，昨晚我们是用什么招待你们的？妖言惑众，老子先宰了你！等一下，你叫独眼狼是吧？在杀我之前，先尝口这饼干，做个饱死鬼，也算我尽了地主之谊，也算我尽了地主之谊。你没在里面下毒？我要杀你，还用得着下毒？3年了，老子流放3年，终于吃上一口像样的肉粮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种口粮，只要你肯干活，我每天管够。备好第一批口粮，新劳力要来了。这里的物资，你们10辈子都抢不完。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，
带着这袋口粮滚回北边去见你们的老大，告诉黑鲨，这岛上的规矩从今天起改了。我不管他以前是流匪还是什么，从现在起，这片营地我陈策说了算。如果他想带着那30个兄弟继续过连饭都吃不饱的苦日子，尽管来找我拼命，我保证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但如果他想活得像个人，想顿顿吃上这极品罐头和压缩饼干，明天太阳升起之前，让他带着所有人放下武器，来南边营地报道。是，小的这就去把话带到。所有人加快速度，今天天黑之前，必须把这批鱼肉全部压制成饼干，装进罐头。明白。王顺，加速扩产，准备接收新劳动力。黑鲨，你以为你是来抢的，其实你是来送人头的。他娘的，这风浪连着刮了3天，连个海毛菜都捞不到。老大，再这么下去，兄弟没被官兵剿灭，就得先饿死在这破岛上了。老大，我回来了。你死哪儿去了？不是让你去南看看那群新来的流放犯吗？带回来什么东西没有？女人呢？粮食呢？老大，松手，您听我说。老大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干粮，怎么这么酥脆顶饱？老大，您再尝尝那罐头，肉香扑鼻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真的没有一点腥味。这他娘的是城里大酒楼才有的极品货啊！你从哪儿弄到的？那群新来的流放犯手里怎么会有这种好东西？老大，这是他们自己造的。那个带头的陈彻，他说他们是流放犯，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。放屁！造罐头得要现代化的流水涮，得要几十个熟练工，他们就几十个老弱病残，拿什么造？老大，千真万确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们弄了几个简易炉子，就那么一加工，造出来的全是这种高品质罐头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有一套绝活，就那么一捣鼓，弄出几千压缩饼干啊！满营地全都是物资，堆得像山一样。几千箱物资，堆叠如山。老大，那个带头的叫陈彻，他还给我开了一盒肉罐头，那道简直绝了。他说这咱们去给他干活饱，每天管够。干活？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也敢让我给他当牛做马？兄弟们，南边有堆成山的肉罐头，有吃不完的压缩饼干。既然他们就几十个老弱病残，那这天下掉下来的肥肉就是咱们的。抢！抢光！杀光！老大，使不得啊！那个陈彻不是人，是个魔鬼。刀疤流他们5个人连他的身都没进，就被什么机械弩阵和诡异陷阱给废了。现在全被绑在沙滩上砸石头呢。咱们硬拼，讨不到好果子吃的。滚开！老子在海上称霸的时候，他还在娘胎里吃奶呢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娘的破陷阱厉害，还是老子的砍刀厉害？30个弟兄还对付不了一个落魄少爷。彻哥，你说那黑鲨今天会来吗？万一他真带人来拼命，咱们这几个人能挡住吗？挡？为什么要挡？优质劳动力主动上门，我们应该热烈欢迎。王顺，弩阵布好了吗？彻哥放心，全按您的吩咐弄好了，只要他们敢踩进来，保准有来无回。猎人从来不追猎物。警戒，都打起精神！都退下。你就是那个落魄少爷李彻。鄙人正是。吃早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刚热好的鱼肉罐头还有点。少他娘的跟老子套近乎！独眼狼说你想让老子给你当苦力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识相的，把罐头和压缩饼饭全交出来，留你们一个全尸！交出来！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，抢一次，这点货顶多够你们吃半个月。但要是入伙跟着我干，这东西长期管饱，短期抢劫还是长期温饱，这笔账黑鲨大人算不清。老子先宰了你，东西照样全是我的。我给你们算笔账，你们抢了我的罐头，最多够你们撑10天半个月。10天以后呢，继续啃树皮，继续饿肚子。你们抢到的只是一顿饱饭，但如果你们跟着我干，我保证从今你们不仅不用再过着饱息的日子，每天还能吃上肉，而且
等以后商路打通，我还能给你们发真金白银，让你们在这里安家落户，过上人过的日子。放屁！兄弟们别听他蛊惑，咱们把他抓起来，逼他交出做罐头的法子不就行了？给我上！车哥，小心！我能给你们活路，也能送你们上西天。你一帮没骨气的东西！黑鲨，打劫这行你干到头了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我李氏罐头与压缩室边作坊录用，职位护卫队长兼生产主管，包吃包住，干得好有肉吃。啊什么？还不谢谢李老板？滚过去，带你的人排队，每人1个鱼肉罐头，2块压缩饼干，吃饱了马上给我准备开工。谢谢李老板，这就收服了，这就收服了，30多个亡命徒就这么成了咱们的俘虏。李富贵，记住了，他们不是俘虏，这叫产业工人。接下来咱们要全面扩大生产。我宣布，李氏罐头与压缩饼干作坊全面开工。李氏罐头作坊今天正式全面开工。李锐，到，哥你说。你现在升任人事主管，这35个人你负责登记造册，每人发1块木牌，刻上编号，干了多少活给我记清楚。李富贵，彻儿，李富贵在。你升任财务参储主管，每天产的罐头、压缩饼干全部由你清点入库，没有我的批条，任何人不准私自动用1块饼干。爹在。你就是名誉房主，负责监督整个营地的纪律，谁敢闹事，直接告诉我。黑鲨，老板吩咐，你带10个人成立基建1队，去岛中心采石伐木，在营地后头建起1排挡风的工棚，再给我打2口淡水井，刀疤流。老板您说。你带剩下的人成立生产2队，立刻扩建晒盐区和原料储备场。听好，3日之内产量必须给我翻倍。3日翻倍，他是认真的。独眼狼在。你带15个人成立捕捞3队，任务每天跟着王顺收地笼，把捕上来的鱼虾全部处理干净，交给女眷们做罐头。另外，今天下午我将亲自传授你们一项绝密技术，制作东海特产虾酱原单河头产品，以后要卖到城里赚大钱的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谢谢老板赏饭。明白了，谢谢老板赏饭。李传安、李富贵、李锐都过来学技术。哥，这虾这么小怎么吃啊？塞牙缝都不够。这玩意儿不是直接吃的，是用来做酱泥的。黑鲨，把你脚洗干净了没？洗了，老板，我在海里足足泡了半个时辰，还用粗沙子狠搓了一遍，绝对没味儿。好，上去裁。这东西能卖多少钱1斤？行了，出来。这叫高盐腌制防捕，海产极易腐败，但加了足样的盐，高浓度盐分能直接杀死腐败小菌，虾肉里的蛋白就会分解成氨基皂酸，10天后，这堆烂泥就会变成香气扑鼻的极品原料，装进咱们的手工罐头里。彻儿，这玩意儿能好吃，闻着腥气冲天啊！刚开始当然腥，等发酵透了，那就是顶级的下饭硬铜货。这东西耐储存，放个1、2年绝不会坏，最适合长途跋涉，卖到内陆去换大钱。沙哥，你说咱们以前当刘匪，成天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图个啥？图啥？不就是图口饭吃吗？放屁！咱们以前那叫吃饭，那他妈叫吃猪食。每天刀口舔血，提心吊胆，怕被官府砍了脑袋。现在呢，不用杀人也能吃上这种好东西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罐头只是开始，真正的财路还在沼泽深处。明日我要亲自去找。我决定了，以后谁敢动李老板一根汗毛，老子第一个劈了他。当刘匪有什么前途？跟着李老板才是咱们这帮兄弟真正的归宿。老大说的对，李老板万岁！李老板万岁！爹，看到没？武力只能让人屈服一时，利益和希望才能让人死心塌地。这35个人只是开始，等咱们的罐头和压缩面干打通内陆商路，换回更多的铁器、布匹，我要让这荒岛成为整个东海货运的霸主。彻儿，爹信你。哥，明天咱们干啥？是不是要去掏海鸟蛋了？掏你大爷！
明天开始，3大任务落地：1队负责罐头生产，2队制备压缩饼干，3队全员去扩建盐田。粮食和淡水才是这盘棋的命门。都给我快点儿！没吃饭吗？把那个罐头密封架给我扎稳当了。要是砸坏了里面的设备，老子把你们的皮剥了挂上去风干。彻儿，这黑鲨真靠得住。我看他刚才那眼神，骨子里还是透着凶光。爹，在这荒上，谁能让他们填饱肚子？黑鲨不傻，他清楚跟着我有肉吃，自己单干只能啃沙子。但在这岛上，淡水才是真正的命门。况且天天吃着干巴巴的玩意儿，铁打的我也受不了，得找点新资源。你想去岛中心探路？黑鲨可说过，那密林里面毒虫遍布，还有野兽出没。彻儿，那林子里到底有什么？不进去，永远不知道。彻哥带上我在这天天砸铁皮封罐头，手都磨秃噜皮了。你去干啥？看见个野猪都能吓尿裤子。爹，你在这盯着黑鲨，要是他们敢偷懒，你就把罐头和压缩饼干的分配额拿出来晃晃，馋死他们。你这孩子，鬼主意真多。老板早点回来啊！要是遇到毒瘴，用童子尿淋湿布捂着嘴管用。都小心点，注意脚下，别踩到毒蛇。彻哥，这里哪有什么宝贝啊，全是树。这土肥得很，是块种地的好地方。富贵叔，你看看这土，黑不溜秋的，有啥好看的？拿来做罐头底料都不够格，这叫腐殖土肥的流油。咱们要是能在岛上找块平地，用这土种点菜，哪怕种点红薯、土豆，那也是续命的本钱。红薯、土豆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就是一种长在土里的，淀粉含量极高，吃了特别抗饿的甜疙瘩。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东西，不用种水稻就能吃饱饭。以后会有的，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水。水，有水的声音。真的是淡水，太好了！这水质比现代那些高档矿泉水强多了。王顺，拿布条在这儿做好记号，明天让黑鲨带人弄些竹竿过来，把这水引到咱们营地去。这特么就是咱们的生命线。走，咱们顺着溪水往上游看看。策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这果子看着就甜，正好解解渴。哎呦，彻哥你干嘛？这东西我在典籍里见过，碰了人会死。啊！策哥，那红果子看着水灵，能解渴不？别动，这叫野山椒，看着鲜艳，咬一口能辣得你满地找牙。辣？那不就是毒果子？没毒，是极品香料，这可是咱们翻盘的好东西。做风味罐头和特级压缩饼干，加点它，口感直接拉满。咱们想把这批货摘出提味的香料，就这红渣的能做高级罐头？全摘了，一粒都不许留。是黑头海鹰，快躲，被盯上就没命了。富贵叔，你看那些白石头像什么？还能是啥？不就是一堆鸟屎蛋子吗？发财了！这不就是海鸟拉扁结成的硬疙瘩吗？这破岛上别的不多，这鞍子玩意儿倒是管够。变金子，彻儿，你是不是被海风吹发烧了？在这说胡话呢？这叫鸟粪石，也叫海鸟粪。你们不懂，这群海鸟天天吃鱼虾，拉出来的东西里全是磷和氮，在这岛上风吹日晒成百上百年，早就成了天然的矿石。磷、氮，彻哥，那是个啥玩意儿？那是天底下最顶级的农家肥，比庄户人家沤的猪粪、牛粪强上100倍。这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废话，你们自己算算，这是多大的一座金山！干了，彻哥，咱们现在就上去挖！胡闹，不要命了！这么高的悬崖，摔下来就是肉泥。想要发大财，靠你这蛮干，能挖多少？必须成规模、讲安全的开采。明日起，按我的法子来，这座岛上的鸟粪够我们所有人彻底翻身。彻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林子里没遇着毒瘴吧？滚一边去！看看这是啥？这红彤彤的能吃吗？辣，有毒！彻哥，这玩意儿有毒啊！鬼嚎什么？顶级调料，今晚入料，香的你们吞舌头。还找到淡水和菜园子，有吃有喝。黑鲨，明早带人去东崖采鸟粪石，备好藤蔓箩筐，偷懒晚饭减半。得令。那崖壁上的鸟粪石真能换大银子？不止银子。辣椒放这么多，肠子受不了。明天还怎么去东崖干活？谁知道吃了出不出事儿？怕死的不吃，明天也别去东崖。嚯，
这味道绝了！车哥，海面上有船，打着不认识的旗。灭火！所有人不许出声。黑沙，以前当海盗没少爬悬崖越货吧？那必须的，李少，我这攀岩的身手在道上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很好，当海盗刀口舔血，迟早掉脑袋。但只要跟着我干采矿队，我保你们吃香喝辣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看清楚了，这叫鸟粪石，只要磨成粉运到江南，1背篓就是一锭白银。1背篓鸟屎换1锭银子。彻哥，您拿我们寻开心呢？这破石头能换钱？哼，我李彻什么时候画过空饼？压缩饼干你们啃了吧？风味罐头你们尝了吧？加了红辣椒的肉汤，今晚就能进你们肚子。听好了，明天谁采购10背篓鸟粪石，晚饭直接加2盒顶级风味罐头。李少指哪儿我打哪儿，兄弟们，明天都给我玩命哇！彻儿，你这脑子真神了。黑哥，明天咱们采了鸟扁石换了银子，能给我买个丫鬟伺候我不？滚！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！所有人紧急集合！台风先兆！哥咋了？我这正清点咸鱼呢，到底咋了？所有人现在立刻执行1级防台风预案！老板，这天色不对啊，这是海龙王要发怒了。以前遇到这种天，我们在悬崖洞都得死好几个兄弟啊！你在我这儿，海龙王也得给我盘着。黑沙，你带10个最壮的汉子，去把咱们的防水布和风味罐头给我死唬住，周围压上重石。是。李富贵，你带人去转移咸鱼和鸟粪石，全部搬到高处岩壁冰封区，快！明白，大家跟我来。台风过后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100斤重的大石头压上去，一点缝隙都不能留，那里面可是咱们的命根子。是。李富贵，你带人去工棚，把所有做好的风味罐头、压缩饼干，还有新采回来的鸟粪石，全部搬到那个干岩洞里去。爹，你带着女眷和李锐去把咱们昨天弄好的雨水筑槽拆下来，把所有的陶罐木桶全装满淡水，搬进人洞。好嘞，马上办。王顺，带人去海边，把所有的地笼竹筏能拖上岸的全拖上岸，拖不上岸的直接丢掉。老板，都干完了，咱们也赶紧进洞躲躲吧，风已经起来了，进洞。彻儿，多亏你提前准备啊，咱们这点家底差点全交代在外面了。怕啥？风雨过后就是彩虹，让兄弟们歇歇，咱们开罐头，分压缩饼干。来，都分分，一人一罐，饼干管够啊！走，出去看看咱们的罐头厂和矿场受损情况。哥，你快来看海里！叫什么叫？海里漂金子了？彻儿，咱们有救了，能搭船回内陆了！列祖保佑，天不绝我李家！对，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回内陆，爹，李富贵，你们是不是忘了咱们是流放犯了？没有皇帝的手令，私自离岛回内陆，那是死罪。王顺在，把咱们的罐头样品备好，再把弩镇的人手悄悄布到礁石后，这笔买卖我们来定规矩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们走，这商船老板除非脑子进水了，才会搭救咱们这些落魄庞麦。走，来了我的地盘，不拔下一层皮还想走？李锐，黑沙。李锐，黑沙，在，带上咱们的罐头样品。今天我要给这帮眼高于顶的商人上一课。真他娘的晦气，居然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岛上！哟，原来还有活人啊！看这穷酸打扮，是犯了事儿被流放到这儿的罪犯吧？你这老东西怎么说话的？退下。鄙人李策是这座岛的岛主，钱老板远来是客，遇到风暴受惊了吧？哈哈，岛主，一个流放犯也敢自称岛主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行了，老子没空跟你废话，
去林子里给我砍树修船，再打满10桶淡水送上来。干得好，这些米就赏给你们当口粮，够你们这帮奴才吃几顿饱饭了。哼，钱老板，您就不想知道这座岛上还藏着什么好东西？笑什么笑？一群乡巴佬没见过大米吗？李少，这胖子居然拿半袋生虫的美米来施舍咱们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拿来喂海鸟都嫌弃吧？放肆！你们想死吗？保护李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商会的人，你们敢动我就是找死！黑沙，退下，别吓着咱们的财神爷。钱老板，在我的地盘收起你那套傲慢。现在不是你在施舍我，而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你做生意。做生意？就凭你们一群连饭都吃不上的落魄旁支，除了烂命一条，能拿什么跟我做生意？傻子吗？李锐，让钱老板开开眼。这东西你们能出多少货？就看钱老板有多大的诚意了。